我在外地出差，业主群却有人艾特我。大半夜的，你们家能不能消停一会儿？做人有点素质行吗？我感到一阵疑惑，因为我老婆也在外地，家里压根没人。我刚要如实回复，却见我老婆在群里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们尽量小点声，打扰了大家了。见此，我立马给我老婆打电话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回的家？电话那头，老婆甜甜的声音传来。我压根儿就没回家，我刚刚在撒谎。要是让有些人知道我们家里没人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。现在是半夜12点，按照我老婆柳如烟的生物钟，她早该睡了，而且她平时很懒，更不爱和邻居打交道。这次群里消息怎么反应这么快？我嘴上夸着老婆真聪明，转头就给好哥们王斌发信息，让他去我家一探究竟。王斌和我家住在同一小区，他知道我家智能门锁的密码。王斌，你快去我家看看。不是你脑子有病吧？大半夜的你折腾你爹干什么？几分钟过后，王斌弹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正是我家。那层楼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行了，这下放心了吧？别打扰老子睡觉了。来都来了，你上去看看吧。一鸣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脑子有病就去治。可是没一会儿，王斌还是给我打来了视频。看看，瞪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。镜头里是主卧的双人床，床单平整，根本没有任何人睡过的痕迹。一鸣，人家如烟对你不错，你这么怀疑他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得有多伤心。我们两个都不在家，我这不是不放心吗？我呸，都是男人，你那点小心思我还能不知道？他边说边把家里的各个角落都给我看了个遍。看好了吗？看好了就赶紧睡吧。有老婆不好好珍惜，早晚都得没老婆。这次我帮你保密，你可千万别让如烟知道。我嘴上笑着说好，手上却订好了第二天最早回家的航班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出差之前家里卧室的窗户是关着的，因为我都检查过。一到家我就直奔卧室，可房间清冷，没有人气，但是这窗户却开得很诡异。小爱同学关掉窗户，智能家居接收到指令，缓缓关上窗户。我又去其他房间检查，也不像有人住过。我转了一圈，就连天花板都看了一遍，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。可窗户是怎么回事？那天王斌给我打视频，从他家到进我家也就1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想要把一切复原，好像时间上也不太可能。突然，玄关处防盗门传来欢迎回家的提示语，欢迎回家。紧接着听到高跟鞋的声音，是老婆柳如烟回来了。老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怎么提前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？项目很顺利，提前结束我就先回来了。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在往窗外看，柳如烟突然泪流满面。老公，我辞职了。我出差在酒店的时候，老板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。你这是什么玩意的领导？我现在就找他去。别找了，找了他也不会承认的，而且他也给了我离职补偿。说完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块5090显卡递给我。这是我拿公司补偿款给你买的。我先是一愣，然后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你怎么还给我买礼物？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好久了。这一刻，我只觉得自己该死。老婆受欺负了，还惦记着给我买礼物。这么好的老婆，我竟然还要疑信她。我这次项目提成不少。你之前不是相中一个包吗？别人老婆有的，我老婆也得有。那破工作，早就不应该干了。我一直不喜欢他那份工作，常年在外出差，可月薪只有3000，我月薪3万养他，绰绰有余。柳如烟终于破涕为笑，她又看看家里的窗户。对了，我昨天用远程把家里的窗户都开了一遍，半个月没回家，家里得提前通通风，晚上又给窗户关上了。我看你一直盯着窗户，窗户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吗？对呀。原来是这样。如烟做事总是丢三落四，她昨晚肯定是关了其他窗户，忘记关卧室窗户。哎，我一定是最近太累了，怎么总是胡思乱想。晚上睡觉之前，我哼着小曲儿，美滋滋去浴室洗澡。可当我拿起洗发水和沐浴露，我总觉得变少了，好像被人用过，而且浴室也太干净了，就好像被人刻意打扫过一样。我开始神情恍惚，难道这也是我的错觉吗？洗完澡，我又去书房，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一块怀表，这块表和我出差前摆放的位置一模一样，时间也分毫不差，我的心一下就凉了。它是机械表，半个月的时间，要么有人一直带着它，要么有人一直在给它上弦，否则它早就不动了。柳如烟这个臭女人，她真的出轨了。
晚上，柳如烟主动蹭了过来，我找了个借口去客厅睡。我最近太累了，刚回来也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才能容光焕发去买包。柳如烟还朝我撒娇，哼，我还不知道你就跟你显卡过去吧。如果是往常，我只会觉得她很可爱，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我打算先稳住她，这么脏的东西我可不敢碰。我突然想起家里的智能门锁能看到出入记录，我立马安装了 app， 可是没有买云存储，只能看存储卡里最近3天的内容。记录上明明白白显示柳如烟这3天一直都在家，而且记录上除了她的指纹解锁，还有另外一个人一直输入密码进我家。倒看昨晚的开门记录，王斌上楼前2个人就已经开门出去了。一时间我只觉得手脚冰冷，拿贼拿赃捉奸成双，我要当场抓住这对贱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干的好事。第二天在单位午休时，门锁管家显示我家门从外面用密码打开了，我马上给王斌打电话，喂，你在哪呢？往我家赶一趟，就在我家楼下等我，千万别走。我从公司赶回家少说也要半个小时，而王斌一直都是在家办公，他从家出门到我家楼下也就5分钟，我不信这样还堵不住这个奸夫。一鸣，你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？我特么的正在午休。你快到我家楼下堵着，奸夫现在就在我家。电话那头，王斌噌的一下站起身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半个小时的路程硬是压缩到15分钟。王斌看到我擦了一把头上的汗。我一直堵在这里，没人下来，我怕他们从楼上窗户看见，我还特意站在楼道里。我带着王斌直接冲上楼，打开家里的门，只见柳如烟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饭。一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王斌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黑着脸赶紧冲进卧室，到处翻了一圈，但是别说是人影了，就连鬼影都没有。我又冲进其他房间，王斌在客厅陪笑脸，帮我拦着柳如烟。如烟，我渴了，有水吗？一鸣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我从房间里出来，王斌用眼神询问我，我摇了摇头，然后随便对柳如烟敷衍道：一份文件没了，我以为落家里了，我现在还得赶回去上班。刚出门，王斌就数落我。一鸣，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？我就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，王斌立马明白我的意思。我靠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奸夫吧？王斌气坏了，这大中午的，我站在太阳底下出力还不讨好？王斌立马明白我的意思，他拽着我往小区物业走，要求物业查看我家楼下的监控。物业态度很好，很快调出监控。监控时间调到我给王斌打电话那一刻，他接到我的电话大概3分钟就跑到我家楼下，之后直到我回来，王斌一起上楼，在这期间一直都没人出现，再到我们一起下楼，直到现在也没人出现过。王斌指着监控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脑子有病就去治，别来烦我。说完还不等我道歉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可是回到公司，我觉得还是不对。如果说奸夫藏起来了，那他是怎么知道我要去捉奸的呢？答案很有可能就是王斌通风报信。这个念头一起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。就在这时，我家的门又从门外被人输入密码进入了。我马上又给另外一个在附近的发小李强打电话，让他帮我堵在楼下。王斌住那么近，你怎么不喊他？我支支吾吾没说原因，火速赶回家，带着李强一起上楼。打开门一看，只见柳如烟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赶紧冲去卧室和卫生间到处检查，可是依旧空无一人。一鸣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是上午那个文件，我还是记错了。我又拽着李强下楼，李强十分无语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问你又不说，你是神经病吧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换了工作，我可不跟你瞎闹了，我还得赶紧回去上班呢。李强气呼呼地走了。我又去物业查了一圈，还是没找到人。晚上我极度抑郁地回到家，先去给王斌道了个歉。你最应该道歉的就是如烟，她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大的冤屈。我点头称是。可是机械表又该怎么解释呢？还好我又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。第二天我刚到公司，就看到门锁管家中出现一条有人从我家门外用密码打开门的记录。我对着群里大喊一声行动，然后我也翘班往家跑。昨天和王斌道过歉后，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如果让王斌背叛我，保护另外一个人，除了李强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人。李强也是如此，可如果他们都是无辜的，大家一起堵人，那就一定能堵得到。于是我把王斌、李强都拖进一个群里，我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。我一声令下，2个人分别堵在楼门口和我家门口，大家相互监督。这次我们3个人一起打开门。
你们怎么一起来我家了？柳如烟一脸震惊和无辜。我再次冲进卧室，卧室依旧空无一人。我又像疯了一样跑到客房、卫生间，无一例外，根本没有人。王斌抱起2条胳膊，像看猴戏一样看着我。李强站在他旁边，也摇摇头。一鸣，我说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够了，非要给自己找点罪受？柳如烟，你告诉我，那个奸夫到底藏哪儿去了？一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疑神疑鬼的？我知道你最近压力特别大，但是你不能没良心，怀疑我出轨吧？说完，他竟然呜呜地哭起来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老板欺负过我，所以你就觉得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？王斌听后大怒，他直接冲我吼了起来：一鸣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自己老婆被别人欺负了，是你窝囊，可你怀疑老婆跟别人出轨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真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要还是个人，你就给如烟道歉，咱们以后就当没这事儿了。一时间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，可我却坚定地摇摇头。不对，今天我家绝对进来过人。我打开手机，打开智能门锁管家的 app， 你们看，这个人是8点20来的，8点25走的。我不知道是谁给他通风报信，但是这个人一定来过。柳如烟一愣，她根本不知道门锁还有 app 可以监控人员进去。当初我想买一个带摄像头的，柳如烟不让，她说担心隐私泄露。没想到真正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方便自己出轨。王斌和李强面面相觑，王斌气得呸了一口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2个通风报信呗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竟然怀疑我们帮着你老婆的奸夫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你找我们来捉奸夫是假，觉得我们是奸夫才是真啊。你干的这也叫人事？一鸣，我记住这一天了，我们这朋友以后都没得做了。柳如烟红着眼睛，咬着嘴唇对我解释道：这种智能电子产品有时候也会出问题的，你不能拿它当成证据啊。王斌和李强都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给他们道个歉吧。如烟，你不用跟他说，他现在压根就听不懂人话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的邻居也听到动静上楼了。上周3晚上，你是不是在群里说我们家里声音大，吵到你家孩子了，还让我们注意一点？邻居眼神瑟缩了一下，支支吾吾说道：是，那不就结了？可那天我在外地出差，我老婆也说自己出差没在家，但我们家门锁显示家里有人，这些你们要怎么解释？难道那天你在群里说谎了？我确实听到声音了，但是咱这楼隔音也不好，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你家。说着说着，他索性两手一摊：造黄谣对女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我也不能随便乱说呀。咱是文明社区，不能干欺负妇女的事儿。邻居都知道的道理，你这个当人家丈夫的确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自己的妻子，拿手机拍下来送到他们公司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笑了，只因我看到手机上刚刚发来的指纹鉴定报告，我知道表上的指纹可以当成证据，所以当天一发现异常，立马把表送去鉴定中心做检查。我从兜里掏出那块表，柳如烟看到这块表，瞳孔瞬间放大。王斌和李强2个人的表情也有一些不自然。我和我老婆2个人同时出差半个月没有回家，但是回来后，我的机械表竟然分毫不差。邻居们瞬间安静下来。机械表必须天天都得待着，要不然就得拿摇表器，要不就得上线的。半个月时间分毫不差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王斌马上主动站出来。我承认是我喜欢你那块表，没经过你同意拿出去玩了半个月，上周3晚上来你家又给你还回去了。只是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小气，玩玩你表都不行，后面还牵扯出来这么多事。王斌从前是做工程的，之前什么表没见过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的一块表？我冷笑一声，打开指纹鉴定报告，可表上的指纹和你、柳如烟还有李强我们4人都不匹配，这你又要怎么说？王斌和李强都看了一眼柳如烟，柳如烟没有说话。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帮着别人来骗我。王斌叹了一口气，没有骗你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是我最近过得困难，是我不厚道，把你的表租出去，回来也没擦干净。李强态度也有所转变。你别和如烟过不去了，他真的没有骗你，不然你报警把我抓进去都行。今天这事全是王斌惹出来的，他已经道歉了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上，你就别再难为他了。他们以为主动认错，我就会放过他们。
但是我根本不信没有奸夫，反而看他们这样，我更加好奇这个奸夫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护着他。好，我现在就报警。瞬间，李强、王斌还有柳如烟几人全都傻了。看到他们的样子，我笑了。难不成你们以为我不会报警？既然我坚定地相信家里有人来过，你们不相信，那我只能报警啊。这时李强急了，王斌已经认错了，难不成你还真要警察把他抓进去吗？把表租出去，一共也没有赚多少钱，绝对不够判刑的。我要警察来，是为了弄清楚到底是谁来的我家。我要知道到底是谁给我戴的绿帽子。我又从头到尾扫了一圈，看热闹的这些人。上来捉奸之前，我已经拜托过物业管家看好监控。如果有人从这栋楼走出去，马上给我截图。以前每次捉奸我都找不到人，去调物业监控也找不到人，这就说明这个奸夫很有可能就住在我们楼里。如果这次奸夫还没走，那他没准也在看热闹的这群人里。现在知道我要报警，估计要吓跑了吧。果然刚等警察5分钟，物业管家给我发来消息，刚才有一个胖胖的男孩从你们单元楼出去了。紧接着弹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男孩年纪很轻，个子很高，但是胖胖的。大家伙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物业看看奸夫到底长什么样？所有人都兴致盎然，只有王斌、李强还有柳如烟脸色灰白。一鸣，不是我说你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事差不多就行了，你还非要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吗？当初你们一起把我当傻子耍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放过我呢？王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带着所有人立马下楼去了物业。物业里那个胖胖的男孩一直要往外走，当男孩看到我时，他浑身一震。我知道我找对了，他就是那个奸夫。我回头看看柳如烟，她的脸上已无血色。你和我老婆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。我举起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最好想好了再说话。别报警，我还是大学生，是如烟姐姐喜欢我。我转头瞪着柳如烟，我恨不得打死她。她花着我的钱包养男大学生。柳如烟死不承认，她一改往常的小鸟依人。那块表是他偷的，跟我根本没关系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我没偷，我玩完就还回去了。姐姐，我将来还要考公，我不能坐监狱啊。我又看了一眼王斌和李强，问出了我最想问的问题：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会帮你通风报信？男孩悻悻地看了李强和王斌一眼，最后说道：我们原本不认识，后来有一次我和姐姐在家被斌哥发现了，斌哥要求姐姐和他一起玩，要不然就向你揭发。姐姐没办法，最后同意了。强哥也是，他是后来加入的，所以我们3个人都是姐姐的情夫。我听后如遭雷劈。我和柳如烟是校园恋爱，一直到现在。这么多年，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脏。李强和王斌又是我的发小啊，他们竟然一起背着我和我老婆搞到了一起。王斌恨恨地说：谁让你这些年赚了这么多钱？人生大事，你总不能事事都占最好的吧？王斌是做建筑的，曾经也阔过，可他老婆是因为发现他在外面找小三，才和他离婚的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疑惑地看向李强，你是做金融的，钱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要么背叛你，要么背叛王斌，差别不大。此刻柳如烟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，接着继续跟我狡辩。这半年你一直出差，找他只是为了排解寂寞。至于王斌和李强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你别说了，明天去离婚，大家好聚好散。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，留着你去跟警察说吧。第二天民政局门口，柳如烟哭着对我说：一鸣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我爽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转身就走了。柳如烟这么多年虽然有工作，但是她连养活自己都费劲，只能说自作自受。另外，我把李强和王斌的事发到网上，很快就被他们的同事扒出来了。紧接着他们都被开除了，他们也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后来我听说柳如烟找了个富豪老头，并且给老头生了个孩子，不过孩子不是老头的，老头直接把他打流产，他再也生不了孩子，2个人离婚了。